如果人一直不上班，而是一邊旅行一邊拍视頻，那是一种什麼樣的生活呢？今天我用一個短視頻帶你重溫我在2025年走遍祖國10個省份並入坑漢服的完整旅程，以此來紀念我離開職場進入全職自媒體生涯的第6年。大家好，我是徐工，記得點讚、收藏、加關注，餘生我會帶你看我看過的所有風景。我1月份去了西安，看了世界奇蹟兵馬俑，見證了昔日大秦帝國的冰山一角，還見了許久沒見的老朋友唐唐，聊了好多說不完的話。此外還去了藍田水陸庵，看着大雄寶殿，難道不比那靈山氣派？西安之後便是成都，這次我去了都江堰，見證了2000多年前的水利奇蹟，以及在二郎神廟發現所謂的二郎真君就是人們對都江堰建設者的具象化懷念。為人民出過力的人，人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2月份約了老朋友南希一起逛了貴州，兩人走了一村又一寨，看遍了各式各樣的山間風情，也在繁華的都市中歇了些腳，那是貴州被很多人忽視的一面，還品嘗了好多人不敢吃的美食。感興趣的自行搜索牛別火鍋，保證讓你大開眼界。最幸運的是在山中看到了霧凇，雖然我當了好幾年旅遊博主，但還是第一次見到霧凇實景，所以格外驚喜。3月沒往遠處跑，只去了故宮和國博。故宮去了齋宮和鐘表館，國博是為了出個速通攻略。其實我一直都想給古代中國的文物做幾期詳解，每個朝代單獨做一期，但當時的我被各種事情拖來拖去，就一路拖到了現在，這才是世事無常。4月份比較繁忙，先去山東泰安見了老朋友木心，逛了心心念念的老爺車博物館，其奢華程度令人嘆為觀止。然後到濟南逛了山東省博，全面了解了山東的寶藏，還去了一趟潍坊風箏節，順便逛了潍坊風箏博物館。之後直接下江西，到上饒辛棄疾墓前，看到了後人供奉的東風導彈，又在辛棄疾文化園的暴雨中見證了他與江山對弈的豪情。下一站去了杭州，發現黑猴展搶不到票，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就隨便逛了幾家博物館。然後去浙江海寧的鹽官古城，這邊是典型的江南古城，內中陳閣老宅的雇主是乾隆緋聞生父陳元龍的居住地。此外還有一座恢宏的海神廟，是清代建築，也是古城內的一寶。5月份沒跑遠處，只約了老朋友無忌白兔一起逛了北京的智化寺，聽了京音樂，看了轉輪藏。此外還去了北京東岳廟，看了門外的琉璃大牌樓，逛了內部的76司，見到了東岳大帝的供奉，了解了宏大紛繁卻很少有人關注的道家神仙世界。6月份老朋友南希回北京了，就約他一起逛了北京田義墓，也看到了那具疑似洪承畴的干屍，同時逛了第4紀冰川博物館，同時回憶起了我們倆一起走過的冰川遺跡實物，也就是貴州的甲青冰臼群。此外還逛了燕京八絕博物館，是由明代太監建造的承恩寺改造而成。另外還有個免費開放的永济寺，建築是新的，就把它當博物館看就是了。7月份我去山西大同定居避暑了，正好自駕去一趟呼市，先去了內蒙古博物院，看了著名的鹰頂金冠，然後去了将軍衙署。如果你不懂什麼叫滿城，就來這兒了解一下绥遠城，它與滿城的功能是一樣的。此外還去了昭君博物院，後方的昭君墓只是一個墳冢，沒什麼可說的，但前邊加蓋了好幾個博物館，有了這些就有看頭了。8月份還住在大同，正好自駕一輪，把之前在晋北漏掉的看點，比如樊氏公主寺、樊氏延山寺、元平惠济寺、定襄弘福寺、阎锡山大院等一系列的古建築都給他看過來。晋北寶藏不少，但不夠集中，所以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跑路上了。9月份比較忙，先是受邀去山西運城參加關公文化旅遊節，在雨中重逛了一次亥州關帝廟，然後又去了一趟內蒙，見到了大範圍綠化的沙漠以及沙漠中的大片光伏板，那種把绝境化為綠洲的偉業，別人能不能做到不清楚，反正我們是做到了。10月家裡出了點狀況，就沒出門，反正存貨有的是，慢慢吃也就是了。11月初，我作為一個漢族人入了漢服坑。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漢族人只能依靠自己。在我穿上漢服進了圈子，拍了幾個爆款視頻之後，才知道針對漢服的圍剿有多麼激烈。那比我更早入場的同袍們都遭遇過什麼，不言而喻。看來這場戰爭還會持續很久。11月，我穿着這身衣服去第一歷史檔案館扒洪承疇野史，去遵化清东陵現場繼續扒洪承疇野史，再去北京古觀象台緬懷為天有漢的往事。既然說好了要復興，就必須尋回漢族本該擁有的榮光。12月是總結的季節，我沒怎麼出門，只是受邀到山西運城參加了一個創作者交流會，意外認識了好多新朋友。其中最投緣的是一同組隊來進城的7個西安女生，我花了2個晚上才認全了所有人。這場邂逅很開心，唯願友誼天長地久。此外，還穿上漢服到國家博物館和新認識的漢服同袍瓶子一起，把年初計劃要細看的國博重要文物給它拍出來、剪出來。在過往的幾年裡，我所拍攝的地方也是以古墓、博物館和古建築為主的，而漢服與以上的这些主體無疑都是非常搭配的。如果不是今年某些人一直在步步緊逼，左一個明末冤虛之語，右一個澎湖海戰，就我這種完全不要形象的人，難道還能去研究漢服、琢磨穿搭？做夢去吧！但既然被推入坑了，那在明年的旅途中，我就要和漢服同袍們穿着失落的漢家衣冠，走到更多的地方，讓更多的人看到漢服，了解漢服，最終一起穿上漢服。相信在不久的將来，会有很多同袍一起去推動這件事，漢服也將以星火燎原之勢在祖國大地飛速發展。我們也終將摒棄剃髮易服的陰影，尋回自己應有的榮光。380年後，今日方知我是我。看到這裡的朋友，歡迎點讚、收藏、加關注，和徐公一起讀城，一起旅行。